上一集我介绍了这一整条这永康街，还有永康公园附近，以及永康街2巷、4巷一直到14巷这小巷子里面的一些店家。好，其中有一些呢是可以使用优惠手册拿到折扣啊，或者是说一些小礼物啊、餐点啊等等的。好，不过其实除了永康街之外，环绕在它四周也是有蛮多不错的点，好，蛮不错的店可以值得去看看的。所以这一集呢，我要从这里，好，就金华公园的对面这边，好，我要从这边开始呢。好，介绍金华街、丽水街，还有淡江大学附近的一些蛮值得去逛逛的地方。因为我有看到这个，有吗？有的，没错。我来看一下啊、那你这张结甲可能要给我哟。很顺的原因是因为原物料的品质，所以欢迎你来多试吃试喝，不要急着买。那你们这个直接送都不用消费就直接送啊？为什么这么好？因为我希望你了解产品啊，然后而且找出你需要的产品啊。买东西应该是买自己需要的，回家才不是垃圾，不是吗？这么好看的讯息，对，有空的话就过来试吃试喝，好吗？这边是金华街243巷，其实有时间的话，我也蛮建议可以来这边走一走的，因为这边这条巷里面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。这有商品有9折，对不对？对，是的。这一面墙上所有的东西，除了饰品类，其他全部都是我们自有的商品。我们开了13、14年了，大家现在也会更能接受说艺术品是可以被每天做陈设，或者是小件的艺术品，你可以常常换布置。所以作品我们都会走比较生活美学的概念。我们其实还蛮希望大家有空就会进来走走，你不一定要买，但是你欣赏也是一种支持。这个880而已。对，其实价格真的是蛮轻松，蛮亲民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名牌纸袋去做翻碗的，这是一个就是环保时尚的概念。因为你是它原本的 shopping bag， 然后你再加上一层 PV， 所以你就变成日常天天可以做使用了。这个艺术家很特别，他的东西的话，基本上你在台湾看不到，它全部都销往欧洲。它的话是台湾的老师傅的设计，所以它里面是用牛皮纸，它就是要让你就是对，呈现这种对，你用久了它就岁月的会越来痕迹的越这样子感觉。这颗包的名字叫钱滚钱。其实艺术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，大家进来逛过就会知道，不论是作品哦，像是这是艺术家的特别的作品，或者说像是饰品类啊，其实他们的价位都蛮亲民的哦，在我们生活当中，我们又可以拥有美学，然后又可以很实用，真的是超赞的哦。
那大家有经过可以进来看看哦。哦，这间永康街的这间咖啡也蛮有名的。逛累的话，哇，发现这有一个好地方哎，就在东门捷运站5号出口旁边而已。这价格我觉得还蛮公道的，最便宜大概500块就有了。山海豆花超多人都很爱的，结果这个有9折哎，我来问问看老板。老板，我要一个豆花，我要这个手册上的这个。你要这个是招牌的哦。嗯，那现在我给你呀。有9折吗？有啊有啊，当然有啊。啊，太好了，谢谢。看这个手册是不是很棒？是不是很好用？其实我们拿这个哦，并不是说真的是想要这个贪这个小便宜啊，贪这个折扣啊，而是说你经由这个过程，你就会让你跟当地的连接更深，然后你的回忆也会更丰富。你回去啊，这趟旅游跟你的朋友分享的时候，那你的故事也会更精彩啊。好，所以呢，下次记得来永康街要记得哦，去协会拿到这个手册，成为永康街 VIP。OK， 那这集的介绍就到这边喽。我用这个山海豆花来画下这集的句点。
算是很完美的 ending。你看，这是他们的招牌哦。你看，他们还有很多据点啊，其实不止永康街，听说有些百货啊什么的也有他们的据点。今天是因为天气不是很好，然后也是礼拜一，所以人比较少。要不然的话，其实平常来哦，你是要排队的。现在我已经整个大致介绍完了永康街的主要商圈，那我提供几条路线的玩法，好给大家参考，这样你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下更快的找到你喜欢的，然后呢也不会太累。好，那我建议的第一条路线呢是最短的，你从捷运的东门站5号出口出来之后，沿着永康街的主街逛，走到永康公园就好了，然后就绕永康公园一圈，好回到原点。那中间呢还可以吃个小吃，这样快的话大概30分钟到1个小时就够了。好，那第二种路线呢是时间稍微宽一点的话，你就沿着永康街一直走到金华街，然后再左转走进金华街的243巷，然后走到永康公园，再走回捷运站，中间可以在入城经过的店家去用个餐。那这条路线呢大概是2-3个小时左右。好，那第3条路线是走永康街的小巷子，好，大家可以参考我第2集的永康街小巷子的探店介绍。这样走的话，因为你距离捷运站不会太远，好，所以时间上呢很好控制，可长可短，感觉累了就可以很快去到捷运站搭车结束行程。好，那第4种路线是你可以从捷运东门站的4号出口，不要走5号哦，你要走4号，沿着丽水街走，左转走到永康街，然后再沿着永康街的主街逛回到捷运站。好，这样慢慢逛的话，包含用餐大概是2-3个小时左右。好，以上这4种路线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咯。好，永康街的系列到这边结束咯，记得要来台湾玩哦，拜拜。